Hello，天秤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吗？首先呢，这2到3周呢，我感觉呢，天秤座的朋友们很适合用2种颜色去做搭配哈。那这2种颜色没有限定任何哪2种 ，OK， 就是你自己喜欢的，比如说黑白配啦，或者是粉绿配粉红啦，就是呢，我觉得你最近很喜欢这种双色搭配的哈，就像比如说像我要举什么例子呢？因为我看到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衬衫哈，就像有一些衬衫它是蓝白条纹的哈，对，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哈，对，就是有点像是那一种衬衫蓝白条纹的啦，好，或者是你的包包可能是黑白菱格纹啦哈，我觉得最近你会特别善用这种双色搭配法，好吧 ？OK 哈，好，然后呢接下来第2个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这2到3周啊，我会特别提醒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你最近可能坐大众交通运输的机会很多。好，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是一台公车，有可能呢是最近你刚好车子进厂维修了，或者是有一些状况，所以你没有办法自己开车或不能自己骑摩托车，或者是最近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喜欢你喜欢搭大众交通工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很有趣的，你可能会默默的看着窗外，但是你的心情会沉淀下来，所以呢，最近你可能会更改一些交通方式，或者是因为你要去的地方或上班的地点更换了，或者是因为要到那个地方只有大众交通工具，所以我觉得最近这2到3周，透过这个不是你在被运输啦哈，就是透过搭乘这个大众交通运输的时候啊，我觉得反而可以让你的心平静下来。OK， 可以试看看哦。OK 哈，那第3个部分呢是最近我感觉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哈，这2到3周很喜欢吃丝瓜或节瓜这种瓜类的哈。我觉得这种水分特别多的这种瓜类呢，不管你是炖什么丝瓜排骨汤啦，或者是什么烤节瓜啦，我觉得哈，你去吃跟试看看，我觉得对你的身体哈，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好吧哈 ？OK， 好，以上这个就是要给天秤座这一次的开场讯息啦，我们就准备进入到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在进入今天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2024年的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的线上试听会即将又要展开喽。如果呢，你想要来学习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转化你的思维，突破限制性的框架以及信念，甚至呢，你想要摆脱这些旧有重蹈覆辙的模式以及习惯，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宇宙小学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听会呢，是举办在台湾台北6月9号的晚上8点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体验怎么样来参与小学堂的课程，以及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也都会在试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想要来参加报名跟体验的同学们呢，欢迎你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都会把详细的资讯跟连结附在上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圣杯侍者。圣杯公主 ，OK 哈，好，那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宝剑4 ，OK 好，那么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告诉天秤座的朋友们，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哈，请稍后哦。好的，噔噔。OK，好，我觉得这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好吧？如果这是给你的讯息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你来我往的这种感觉。OK， 好好，来这一张牌卡呢是你的挑战牌卡圣杯公主，我就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等一下再一起来做一个解说哈。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的是权杖10、钱币10，然后还有这个宝剑公主哈。为什么我会觉得你来我往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哈？来，这个哈有点像是互相对应的，我觉得你们自行去套用在你们的生活状况当中哈。我感觉呢，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
我就讲工作好了，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哈。那当然你可以套用在你的感情啊，或者人际关系都可以哈。在过去曾经呢，可能你有一份工作好了，我们就这样讲，你有一个工作 ，OK， 这个工作呢帮你打开了这个机会大门，可是相对呢，可能也要承担很多责任，会要做很多事情 ，OK 哈，就等于说你要得到这个东西呢，你要有互相对等的这些要去做的事情，类似像这样。然后呢，这个宝剑公主给我一种感觉哈，就是你打开这个机会大门哈，好像就是哇，我的人生就此转变了，就有点像你在这间公司被升职了哈，或者是被加薪了这样子，哇，我终于达到我想要的这个位阶了啊。然后呢，你也觉得这就是你一直想要去瞄定的方向。但是你在瞄定这个方向的同时，这两个东西呢，它是没有办法被避免，也没有办法或缺的。OK 好，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可是我个人会认为，你在这个状况当中呢，是蛮甘之如饴的。好，比如说你搬到一个好的家，可是你可能要搬家啊，中间过程当中呢，你要搬家，然后要重新装潢啊，可能要买什么新的家具啊，你要有一个新的机会进来，但你相对要做出相对应的这个行动。这个改变呢，我觉得比较有点像是你想得到的。所以呢，为什么会说甘之如饴？就是中间就算即使要负责任做很多事情，其实你也不太会有什么样的怨言。OK 哈，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有必要有这些动作。OK 哈，那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呢？你抽到的是宝剑五，抽到的是权杖五，然后还有抽到一个圣杯王子。OK 好，来，在现阶段的能量场呢，反而有趣的来了哈。刚刚呢这边是一个权杖五，对不对？好啊，不对，这个是权杖十。现在呢来了一个权杖五 ，OK， 这边又来了一个宝剑五。我个人会感觉啊，假设我们就用工作来讲好了，你终于呢升迁了啊，很棒哈，大家就说哎经理你好啊，新上任的这个经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你可能新到这个部门，新到这个环境，或搬了这个家，或升迁到这样的职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跟牵涉在其中的相关状况人数会有一段磨合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不会听命于你 ，OK 好，因为你可以注意看哈，这个女生看着这个男生哈，这个男生根本就不理她的。然后呢，这个女生是抱着3支宝剑的，像这，然后她还抓着这个男生哦，就有点说，哎，你不要走嘛，我们商量一下嘛，对不对？哦，我新来的哈。我们好好沟通一下嘛，你不要就是不理我嘛哈，所以我会觉得这一个就是像你看到这些人有点你来我往这个状态，你再讲我就揍你哈，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想听你说话啦哈，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虽然是打开了一个机会大门，但相对的你要重新适应的很多，就像你搬到一个新家，你要重新认识邻居，搞不好隔壁还不是一个好邻居，然后楼上可能又很吵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种你来我往的这种节奏哈，在天秤座的能量场里面是有的哈。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个圣杯这个王子哈，我觉得这才是有趣的哈。这个呢就是在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我直接把这个挑战牌卡拿来给你看，这是一对公主跟王子的故事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圣杯哈，他们两个有点像是我先举杯来敬你哦。这个人是有点考虑说，我来想一下我要不要回应你，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挑战哈。我个人会感觉在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管是你或者是对方，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像是你追我跑。好，或者是我可能要稍微去比较主动的去跟你去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你可能是新到这个部门嘛，对不对啊？不好意思我的隐形眼镜突然有点跑掉，好，所以呢稍微等我一下哈，我把它拿出来 ，OK， 好，来，所以呢我不。超诡异的 ，OK， 我知道为什么了哈。天秤座的朋友们，我可以跟你讲哈，我刚刚突然眼睛很不舒服，我以为是睫毛掉到我的眼睛里，结果后来我发现是整个隐形眼镜有点跑掉。我可以给你看，我没有说谎哈。你看我已经把隐形眼镜拔下来了。OK 哈，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要解这张牌的时候眼睛就突然很不舒服哈？新来的朋友们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有些时候我生理上面的反应会去对应到你们的能量场。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一种你来我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像我现在就是一只眼看不清楚。真的太有趣了哈！有些时候他们会同时去有一个共识性哈。你注意看哦，这个王子跟公主他们两个都是有一个月亮的。OK 哈，我现在很像独眼龙在解牌哈，但是我还是看得清楚了哈，大家不要担心哈。来，这个月亮有一点像是说哈，你跟我们两个之间都还不了解我们这个人的内在，比如说我做事的方式，我这个人的个性，或者是我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习惯，好，类似像这样。所以你进入到这个新的部门的时候，好，不管你是转移部门或者是别人的主管，我觉得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呢，你们都在这个磨合的阶段。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能够有你来我
往，有时候我跟你示好，有时候你要对我就是怎么样，也不是说献殷勤啊，就你总是要问候我一下，关心我一下，或协助我一下。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当中，现阶段会有这样的状况，那你要不要去我觉得做出这个怎么讲对等的这个回应哈？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就是你的挑战。因为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主管的，你本来就要听我的话哈。那如果是这样，这两张牌呢，这两张牌就打死了。你懂我意思啊？然后你们就会一直在这个权杖五跟宝剑五的状态。所以呢，你的挑战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要端台阶给别人，什么时候要台阶赶快给人家接下来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在这2到3中你来我往的状况很重要。然后呢，为什么会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就是说呢，有些东西呢，因为刚开始可能进入了这个机会大门哈，有些东西要得过且过 ，OK 哈，可能要先以平定天下或现状为主。OK 哈，这样子还牺牲了我一只隐形眼镜哈，所以呢，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哈，很有趣啊哈。这边呢就是一个圣杯国王跟 Awakening， 然后还有一个宝剑王子。OK 好，来这边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你来我往这个能量场很重要。OK 哈，这个呢宝剑王子你还记得吗？在一开始跟你的宝剑公主他们又是一对了。OK，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是你的挑战？是因为这2个人要结合 ，OK， 你要进入到新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人也要能够给力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哈，这个是你的挑战。如果这个你来我往，你没有办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是，但是我这边要先跟这个天秤座讲一下哈，我不是说什么你就闭上眼哈，都不要管这个下面的人不听你的话，然后你就为了要讨好他们，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你自己要斟酌一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先平定好。先安稳好这样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来到这里呢，未来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啊，你们就会匹配了，你们会成双成对的，所以我才会讲啊，这个成双成对，你有没有发现你成双成对的能量很重？权杖十，钱币十，哈，宝剑公主，宝剑王子，然后圣杯王子，圣杯公主，对吧？哈，所以这种你来我往这个能量场，我觉得非常有趣哈。然后呢，还有这边还有一个 Awakening 跟这个圣杯国王，我个人会感觉啊，在未来呢，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呢，你们2个彼此之间会看到哦，原来啊，这个人可能不如我所想 ，OK， 不是那种不坏的不如我所想，是指原来我知道啊，我们彼此之间啊，都可能是想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好。例如，假设你之所以为什么要求你的下属哈，一到一个比如说新的部门，新官上任3把火哈，后来他们可能可以理解你说，哦，原来啊，这边东西是本来就应该整顿的，对，我们上一个主管就是没什么力哈，但是呢，这个新主管。他做事虽然有点犀利，但真的好像有那么一丁点什么成绩 ，OK 哈，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你们会变得有点像相知相惜，但是这个要后面啊，这个有点像是这边哈要不打不相识哈，这个权杖五跟这个宝剑五有点像不打不相识啊，然后打一打之后呢，大家就变成就熟了啊，然后大家就变成是好像同一国的，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宝剑四，一象征的就是你们休兵了。OK， 而且你们还可以共枕眠呢。OK， 好，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已经思考过后，原来这样子可能这样做，对我们2个彼此来讲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原来透过这个打不相识之后呢，你才发现说，原来我们是英雄惜英雄。OK， 好，所以这个休战的这个动作呢，还有就是在合作方面，我会觉得这个宝剑四给我一种感觉会提升的。OK 哈，会提升的，因为你要去想哈，他们2个要能够很安心的睡在一起，你对这个人要有一定的信任，对吧？因为我们睡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人起来打你一巴掌，是这样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后面这个信任感比较在后端才会培养起来，或者是你们2个了解彼此的个性做法跟这种习惯之后，我觉得后面反而会好转，好不好？哈，但是中间要经历就是乱打一通一下哈。OK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验证这个宇宙牌卡哈，用宇宙牌卡来进行一个验证，来验证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讯息。那我会推荐，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啊，都可以来看一下，好不好 ？OK 哈，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宇宙验证牌卡不仅来验证之外呢，有些时候呢还会就是这张 OK 哈，有些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症结点会跑出来 OK 哈。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牌卡已经重复出现了啊，天秤座朋友们来，首先呢这张牌卡呢是宝剑跟这个公主 OK 哈，来宝剑侍者了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这2个啊，一开始这个宇宙就跟你讲了，我一开始就是要去找这个成对的 ，OK？ 但是你们一开始可能对彼此不熟，所以可能有点误会，或者是可能必须要有一些磨合哈。所以一开始其实你就已经进入到这个你想要选择的这个圣杯侍者的这个角色当中了。而且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有点像是你许愿来的或你要的，所以你才会把这个宝剑拿在手上 ，OK？ 意思是说你要去搬这个家，你要去调这个部门是你同意的 ，OK？ 所以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呢，你的验
验证牌卡是这个星星牌卡 ，OK 哈，来，你看这个星星牌卡是一个人蹲在这边，左右两边各拿一个圣杯，把它倒掉，对吧 ？OK 哈，这张牌卡头上有星星，象征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先把自己的一些情绪放在旁边。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跟你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这些人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相处，或者你邻居哈就会稍微给你有点难题哈，对，你鞋柜放过去一点点啊，你新来的是不是啊？不了解大楼的规矩是不是啊？类似像这样哈，我个人会感觉哈，他可能是这样讲。可是他可能就是在告诉你这个大楼是有规矩的，但你不知道，但你可能觉得他口气不好。那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点认知落差的这个误会，所以情绪先摆在旁边，你才可以有机会去从中找到这些解决方法，或者是能够让这段关系能够运行下去的一些我觉得一些技巧啦。OK 哈，好，所以呢这边呢。是，请你先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所以刚刚我的隐形眼镜才会掉出来。你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不好？那在这个挑战牌卡的这个部分呢，是圣杯王子，你的验证牌卡是权杖五。你看哦，你的验证牌卡是权杖五，验证权杖五。我有说嘛，你们两方之间你来我往，要先打一场哈，这种是跑不了的哈。所以这个权杖五加权杖五哦，也就是你过去的这个权杖十，我甚至再直接给你看哈，你未来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世界又是权杖十。你去想哦，你可以在两副牌卡里面同时抽到三组权杖十。说实在的，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已经验证在验证了，所以不要打架，好不好？我们好好的和平共处一下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哈，你们双方在打架的同时呢，这个圣杯王子、圣杯公主，还有这些权杖五这种对立的状态哈，你们要不要好好聊一聊，好好谈一谈，或者是找到彼此都适合的方式？我觉得就是现在你正在解决的一个课题或状况。来到未来呢，这边你抽到的是钱币那个什么国王啊，来钱币国王跟圣杯国王啊，我刚刚有讲啊，你们后面才会理解啊，原来我们是英雄惜英雄啊，我们终于知道了，原来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结盟了。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为什么在后面会有提升的，就是因为我们了解了啊，情绪层面我们处理好了，那实质层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合作呢？怎么样来磨合呢？怎么样来制定这个规则？这个东西在后面就会呈现了，因为在未来你们目前看不到可能会引来事件是权杖十，你看重复验证之后，这个权杖十象征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两个人要睡在同一张床，就是我们两个可能是比如说是同事好了哈，我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好，或合伙人都可以，或一对情侣也行。你呢在这里这个权杖十，你要能够有能力去把它抬起来啊，意思是说你要有能力去担当它，有能力去承担它。OK 哈，意思就是说，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任何的争吵、任何的矛盾、任何的状况，你们两个都要能够把它高高举起来，你们才可以通过。而且这个权杖十啊，你可以仔细看，它看起来是非常轻松的。OK 哈，好，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给天秤座的朋友们。我还真的是人生这一辈子第一次解牌解到隐形眼镜掉出来。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哦，我刚刚那种是痛到我没有办法，就是眨眼，它会回到原本的地方，是痛到我只好刚刚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隐形眼镜掉出来，我真的要马上立刻拿下来。所以我觉得哈。这边呢，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人如果突然扎到你的心，或说话伤到你哈，我觉得哈，你先把它放到一旁，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星星牌卡，请你先倒掉一旁。好，你现在有点生气是吧？那我们先不要谈，好，等你好一点我们再讲。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看我把隐形眼镜拔掉就舒服了，所以我才会说你可能要想个办法，在这边有冲突或有矛盾的时候要处理一下。那在这边的补充讯息呢，你看 not for you，OK 哈，来这张牌卡呢是要告诉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哈，这边是一个幸运饼干的 ，OK 哈，他们也要跟你讲哈，其实呢你去思考一下。这个原本你想要去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新的职位、搬家或新的一段恋情哈，这个呢其实本来就是你自己许愿得来的。我有跟你讲了，所以幸运饼干就是在这里。Not for you 呢是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哈，你要去想什么东西对你要去做到这个梦想，或者是这一段关系，或者一个合作，或者是要跟你的好邻居能够好好相处哈。你去想有什么东西会是阻止你前往这个道路上，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是会影响你去迎接这个幸运的，那这样子你就会避免了。例如说这个人讲话刺伤到你，你就攻击他，这个就不是给你的 not for you， 这对你的目标，对你想要达成的这些理想是没有帮助的。这个东西你要去找出来，你就可以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更多的矛盾。 OK 哈，因为说实在的，你要在一副牌卡里面抽到这么多双双对对啊，我觉得你们有点像是命中注定得打一场啊。好了，那以上呢这些就是要给天秤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哈。所以呢，我觉得天秤座的朋友们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得过且过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好吧哈。非常感谢天秤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